好，今天的地方呢，相信大家一定觉得，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今天来开箱的是这个。哒啦，我看到熊火龙的模型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就是由万代六探曾经说过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是万代的。万代所出品 SHM 魔物猎人系列，哇，有看到这整个的外盒包装，我觉得还蛮帅，然后真的超级大。我知道是用那种比较俯瞰的视角来拍，刚好有点像熊火龙在抓你的感觉吧。然后可以看到说，它这个是有做一个火焰特效的，不知道整个时装起来是怎样。然后在开箱之前，我想先抱怨一下，看这个我预购我记得是3600吧，然后结果现在正式开卖之后现货直接到2600，到底是怎样？看现货比预购便宜，我是长得很像盘子嘛，反正就那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盒装，哇，这有看到吗？它其实这个翅膀这样连上去是有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整个感觉蛮好。然后它这个熊火龙的名字叫做。就是 lion 加王者意思，有点像天空的狮子王者那种感觉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它的头，然后侧面的话就是熊火龙的造型，左右都一样。然后背面有看到吗？这个爪痕，哇，而且它是透明的，所以你看到里面的东西蛮帅的。然后上面是有它几个的形态，我觉得很不错，是因为它有两个，一个是背着的，然后一个是在地上行走的模式，所以说蛮不错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吧。哇，第一次开这种模型类的，蛮期待的。然后我这个是从东海模型买的，哇，小心不要折到它的纸盒。哇，它打开这边就已经折到了，哇！哒啦，打开了，这应该就是一个简易的说明书吧，整个的样子是长这样。不过感觉好像没有到非常的诱人，因为它不是全彩，然后也是一张薄薄的纸。好，然后接着就来看它的配件。哇，这熊龙，这是正面还是反面啊？这样反过来。哇，我看到了吗？一只熊火龙。哇，打开了。哇。这就是它的本体耶，这背做的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些保护的套件，关于它的这个翅膀的部分，把它抽开。好，本体等一下再来看。那个现在上手感觉蛮不错的，就让它在旁边站一下，哇，站得起来。然后这是它额外的2个翅膀的配件。然后下面的话，首先看到就是额外的2组这个翅膀的补充件，这应该是展开后的这种样子。然后它使用的是这种活动关节，这种球状的。剩下就是一些底座的套件。然后以及这个很重要，它喷出来火焰的这个补充套件，不过我觉得这个有点诚意没有这么好。好，这就是大概的内容物，它就是有熊火龙本身1只，然后4片这个翅膀配件，然后一个这个透明的底座。个人其实是比较想要那种石头的底座啦，因为帅，要不然这个好也可以，它就是让你飞翔或架起来的时候看起来比较没有这么明显。然后一个这个不知道是算没有诚意还是怎样的火焰套件。然后反正我大概从高中开始就在玩魔物猎了吧，所以说玩蛮久的。然后高中就是一直干下 PSP 来玩，然后在上课偷玩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整只的感觉，它整个的头部其实做的还 OK， 我觉得它的可动其实蛮多。不过我刚开始拿到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它这个背跟这尾巴，特别是这个。看这个关节位置做的很好啊，这尾巴这里，但是它下面这个啊，这个角，特别是它这个右脚，它这个球状关节很容易掉，我光是放在桌上它就一直掉，有点恐怖。然后我在 PT 上有看到有人说它蛮容易掉的，然后支撑力没有很好，就是这样子站的时候，它的右脚会有点撑不太住，因为它这个是其实主打是蛮可动的，那如果你撑不太住会有点可惜，这样它整个支撑的感觉会像是这样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的背后这里真的做得很不错，特别是尾巴这里，然后这整个很鸡巴的甩尾尾巴也都有做出来。看它这个脚没有做好，真的让人有点难过，因为我刚刚还在放位置的时候，这只脚就一直掉下来。它这脚其实是有毒性的妈的，它都是用这个脚这样飞步抓你，就会中毒，有点靠背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头部，其实它这个头部做得不错，因为你看它这个下巴是可以动，然后这个头也都可以这样动，所以它可以这样。像是扫 Face ID 一样的这样扫描，
那我们来装加它这个火焰套件，看一下长起来是什么样子好了。应该这样吧，塞着，有点像是在安装什么米豆子的感觉。整个装起来的感觉就会像这样，我觉得没有到很霸气，因为它嘴巴张得有点开以外，它中间是看得到。然后通常它这种嘴巴冒火的时候，就代表它有点不爽，有点生气，但是还行。但我觉得它的关节其实都偏向蛮松的，就是你看像这个有点狼。然后它翅膀的部分，我觉得做的都是蛮不错的，上这个颜色看起来还 OK。不过整体来讲，翅膀很脆，所以说我觉得应该直接掉到地上就会直接爆炸这样。那不过整只的感觉到现在，除了它很难对焦以外，我觉得它这个背做的很不错。所以你看这尾巴可以这样，然后这边有做出这个尾巴尖刺的部分哦。它现在整个站起来的感觉还不赖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感觉像这样，还不错，还行。好，那我们来换一下它的配件，然后把它放到那个架子上。配件也是蛮令人恐慌，特别是它翅膀这么脆的情况下，哦，它这翅膀其实还可以这样动，所以其实灵活度蛮好的。这样就拔下来了，跟拔鸡翅一样。然后这只有一个，这个先拉开啦。这边怎么那么紧啊？哇，干拔这个很恐怖哎，这也太紧了。OK， 拉下来。好，接着来帮它装上这个比较大片的翅膀，应该先装这片吧，然后再装上这片。哇，这个是一个文艺青年啊，闻它的腋下，你看它的那个蛮文艺的。好，接着下面这个是另外一边。看，我觉得装这超陡的，可能因为我装的经验太少了，很怕它断掉。好，装起来感觉就像这样，它就是一只展翅的熊火龙，然后头可以这样，感觉到它的霸气了吗？哇，它这边这个是蛮松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让它上一下这个台子，看一下感觉吧。应该是这边可以这样亮，左边就是插进去，右边。我这台子这底座插得很深耶，它是刚好会卡到它这个，然后就变像这样。但我觉得这球状关节超危险，感觉随时都会掉的感觉。暂停啊，装一下球状关节。哦，终于装好了。它这其实不太好装，特别是它这个前脚，这只脚很容易掉，这个脚趾的地方很容易掉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背后这个啊，它这台其实是完全会靠在这上面，这不太好靠以外，就它这翅膀，我觉得它翅膀的组件有一只应该是这只，它这个组件其实不是做的很好，它有点卡。然后像这个你可以看到说它这个翅膀是有点瘪亏的，但是正面来看的话是还 OK 啊，它长得就像这样，就是一只熊火龙正要飞扑你的感觉。它这火焰的组件和这个眼睛，我觉得是你看，像这翅膀这只就很松，所以你可以直接这样往后卡到一个位置，就是你要卡到一个刚好的点，它会这样卡住，然后这样就是一个张开翅膀的熊火龙。我觉得不动的情况下是还蛮帅，但是就一个说着它是可动的话，我觉得它的关节做的蛮不好的。但整个背面，特别是这个鳞片这里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背面这个蛮喜欢，尾巴部分也还不错，但就是脚和这翅膀的组件，我觉得它没有做到很好，然后这个翅膀都要稍微再调一下，像这个左边这个真的是几乎就是密合的感觉。不过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一句，就是看什么预购的是3600，现货是2600，很不爽啊。然后再就是可动的地方真的是没有做到这么好，有点可惜啊。但是平常放在家里当摆设也是蛮不错。我其实本来想买的是雌火龙，但是雌火龙一下就卖完了，所以我跟我朋友就订了雄火龙，所以还 OK。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左右边这个翅膀，看这个是放在这里位置里面，放在这里有点不是这么均衡，然后这个头还可以这样稍微歪一点，装可爱有没有？然后我觉得它咬的这个火焰的套件啊，有点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爆发一点吧。然后我希望看到更多的配件，像是地台啊，或者是可以有个断尾之类的。但是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张开翅膀的情况下还是蛮帅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60度的环境。我没有那个电动，我只要手动环给大家看，整体来讲还是不错啦。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在密合度上做得更好，不然它其实很多关节都是可动的，但是蛮可惜。像这翅膀是可动啊，下巴啊、头啊、脚这都是，你看这脚可以这样歪一点，然后这爪子也是可以动。这只我真的不太敢去弯它，它这只的那个基本上是下面这个好像都是固定的，然后尾巴是连这一根都是可动的，看到吗？这一根。然后我刚在装的时候，我又把这个往后倾了一点啦，所以说大概感觉会像这样。好了，那大概就是我这个熊火龙的开箱啦。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模型的开箱啦，不过这只没有要抽啦，所以说有机会的话我再抽给大家吧。好了，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型影片的话，请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你可能打魔猎人你最有印象是哪一只？那我个人其实最有印象应该是毒怪鸟吧。
不过熊火龙也是蛮指标性的一只魔物啦。那明年的话，大家应该都会在 Switch 上打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